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在一针一线之间，编织出属于自己的诗篇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渔夫帽，结合了对比色与格纹的设计，帽檐处精心点缀的小巧蝴蝶结，为帽子增添了一些灵动与优雅，适合每一个散步的午后，或者是与自然共度的悠闲时光。让我们一起来钩织它吧。线材选用的是8股粗棉线，粗细约2毫米，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对比色。钩针使用的是3.0毫米的钩针，其他工具可以依照材料表准备。影片中的成品是成人的女款尺寸，供大家参考，后续钩织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调整。我们从帽顶开始，使用主色环心起针。第一圈1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接着钩织6个短针。第1个短针我放上记号扣，这里是这一圈结尾要引拔相连的地方。6个短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，接着在第1个短针上进行引拔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可以收紧最后的引拔针，减少引拔痕迹。第2圈1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接着每个针目各1个加针，1个加针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钩织2个短针。第1个针目里钩了2个短针，我们在第1个短针上放记号扣，剩下的5个针目也都进行一次加针。第2圈增加6个针目，一共完成12个短针。第2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第3圈同样1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接着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钩织中括号内容。第1个针目1个短针，而第2个针目1个短针的加针，这样是一次中括号内容。中括号内容总共重复钩织6次，这一圈也增加6个针目，完成18个短针。后续我们按每一圈增加6针的规律拓展这个织片。红色是偶数圈加针间隔的针数规律，而蓝色是奇数圈的规律。每一圈都1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而结尾引拔在第1个短针将头尾相连。我们一直进行圈钩，直到所需的头尾尺寸。当我钩织到第21圈的时候，织片的直径大概是18公分，乘上圆周率 3.14， 头尾大概就是56公分，大致符合我所需要的头尾尺寸。接着第22圈，这一圈钩织长针，开始钩织帽身。第1针长针的起立针，钩织1个短针，加2个锁针，作为1针长针起立针。这个起立针算是1针长针针目。我们在这个第1个长针放上记号扣，这一圈结束时也是引拔在这个位置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先连续10个长针。10个长针之后，第11个针目1针长针的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个针目里钩织2针长针。接着又10个长针，
这一圈虽然钩织长针，但是加针的间隔规律也是延续之前的短针圈。若你的头围尺寸跟影片中的不同，那么你可以按照这个规律来进行这一圈的加针。在这一圈中，中括号的内容也是重复钩织6次，包含长针的起立针，一共完成132个长针。而在这一圈最后一个长针，在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，我们以配色的线来完成这一个长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，完成换色的动作。我们可以拉一下线头，避免针目太松。换线之后，引拔在第一个长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进行引拔时，可以将线头放在钩针上，再进行引拔，可以更好的固定住线头。第23圈，钩针穿进第一个与最后一个长针之间的缝隙，开始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一个短针，这个短针不带起立针，我在这个短针上放记号扣。接着2个锁针，从第一个长针开始数，跳过3个长针针目，再次钩织中括号内容。而短针入针时，钩针穿进2个长针之间的空隙来钩织短针。因为前一圈有132个针目，每隔3个长针钩织1次中括号内容，因此中括号内容一共会重复钩织44次。中括号重复钩织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将配色的线放在钩针上，再以主色进行引拔，完成换色。第24圈，钩织长针，钩针穿进左边的锁针空间里，先钩织1个短针加2个锁针作为第一针长针。这是第一个长针，我放上记号扣。我们在每个锁针空间钩织3个长针。这是第一个锁针空间的3个长针，一共有44个锁针空间。这一圈包含起立针，一共完成132个长针。而在最后一针长针，在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，我们以配色来完成这个长针，进行换色。接着用配色引拔在第一个长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引拔的时候，主色的线头置于钩针上方，再进行引拔。第25圈，如同第23圈，在第一个与最后一个长针之间入针，开始钩织中括号内容。1个短针，这里的第一个短针不带起立针。第一个短针仍然放记号扣。接着2锁针，再跳过3个长针。而现在每隔3个长针之间的缝隙已经很明显了。我们直接在每3个长针的缝隙钩织中括号内容。而结尾也是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引拔的时候，以主色的线来进行引拔，完成换色。
之后我们可以按照文字解重复钩织第24圈和第25圈。重复钩织到大概第29圈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将帽子平放，量一下帽子的深度大概有15公分时，之后我们会将头围增加，因此第30圈我们会进行加针，先连续6个锁针空间的3长针，而第7个锁针空间钩织4个长针。中括号内容重复6次，最后余下的2个锁针空间各钩3个长针，并且在这一圈的最后一针长针进行换色。而下一圈31圈，在一短针2锁针的锁针空间钩织6次之后，会遇到上一圈4长针的位置，这里的锁针数对应的增加1针，改成钩织3锁针，并且跳过4个长针，之后再重复一次大括号的内容，而结尾的引拔时也进行换色。而接下来的圈数再次重复30圈与31圈，大约钩织到第34圈的时候，直到帽子的高度到达19公分时，此时我们可以开始钩织帽檐。第35圈，一锁针起立之后，先连续34个短针，之后的短针都正常的钩织在针目上。在34个短针之后，我将帽子平放，这里会是帽子平放的中央，这里要制作一个蝴蝶结，我们钩50个锁针，这50个锁针之后会拿来制作蝴蝶结，再空2针，从下个针目开始剩下102个针目，每个针目1短针，这一圈包含锁针针目一共有188个针目，而结尾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，之后的36圈到39圈，我们同样以配色进行短针的钩织，每一圈都是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每个针目1个短针。而遇到锁针链的针目时，挑锁针的针目钩短针。包含这段蝴蝶结，我们会以配色一直钩织到第39圈。第39圈，以主色来完成最后1个短针的挂线钩出，将颜色换回主色。接着再引拔到第1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可以在第34以及第85个针目各放1个记号扣，2个记号扣隔着的这一段50个针目会用来制作蝴蝶结。下一圈1个锁针起立之后，我们先钩织33个短针，而在第34个针目钩织1针加针，接着跳过蝴蝶结的这50个针目，在第85个针目进行1次加针，第34以及第85所增加的这2针，也就是补了第35圈所空着的2针，又将总针数调回帽檐的原本针数138，而多出来的这一段会是蝴蝶结，剩下的101个针目各1个短针，而结尾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
之后我们再以主色按每圈加6针的加针规律进行圈钩，一直钩织到第47圈，第47圈不加针，第47圈的结尾以配色的线完成最后一个短针的挂线钩出，完成换色，再引拔到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最后一圈我们要为帽檐收边，一个锁针起立之后，向右在每个针目钩织一个逆短针，钩织一圈逆短针结束，将2个颜色都断线，处理线头。先利用缝针将收边的线穿过第一个逆短针，再引到织物的背面打个结并藏好。主色的线也藏好线头。最后我们将制作蝴蝶结的这一段织片，如影片的方式，取一段约30公分的配色线段，在它的底部靠近帽身的地方，先将它缝合固定。接着像这样在它的中心折出蝴蝶结，并且在蝴蝶结的中心缠绕。缠绕几圈之后，打个结固定并藏好线头。这样这个优雅的渔夫帽就完成啦。2个颜色之间交织出的温柔，仿佛将秋日的阳光和微风都编入其中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喽。拜拜。